好，回到節目，我們來看的是中國大陸持續把稀土作為對付日本的重要戰略籌碼。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的最新公布說今年5月份看到中國大陸出口日本的稀土磁鐵只有123噸，比起4月份大幅減少了34.6%，創下去年5月以來的新低，顯示中方呢從今年開始強化軍民兩用物資的項目出口管制之後呢，這個相關措施已經開始衝擊到對日本的供應。與此同時呢，這2天也看到傳出一個消息就是中日又因為稀土傳出的敏感事件，就是日本共同社報道呢，有2名日本公民今年5月份因為涉嫌違反中國大陸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貨物跟物品罪嫌呢，在遼寧的大連遭到海關的拘留。外界研判被逮捕的這2名日本人是疑似試圖攜帶正被加強出口管制的稀土相關物品從中國出境，引發了北京的強力執法。而這起事件也讓日本企業對於到中國大陸投資還有營商的相關風險再度提高了警戒。好，那中國大陸呢？我們知道它針對稀土還有關鍵的礦產其實已經祭出了，包括之前我們曾經聊的像是鎢還有像是鉬。可是我特別幫大家整理了一個資料，除了這2項關鍵金屬上面稀土元素就不用說了下面關鍵金屬除了鎢跟鉬以外呢，還有包括什麼呢？銻、鈷、鎵等等還有什麼鋰呀、鈦呀，都是。那重點就在這個地方，就是呢，中國大陸管制的稀土還有關鍵礦產超過20種，涵蓋高科技跟工業核心材料，它對日本的衝擊會影響到包括汽車產業、半導體跟電子面板，還有電池產業、航太工業、精密機械、工具機因為光是我們之前曾經提過的鎢跟鉬呢，就是工具機用來作為這個就是生產製造非常重要的這個刀具。好，那我要問聶老師的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北京一方面收緊稀土的管制，一方面加強執法工作看得出來稀土這張牌对日本真的奏效了。您怎麼看這個把稀土納入成為國家重要戰略工具，它背後的思維跟手段？會奏效，真的是不是真正奏效，我們還要再wait and see 了當然，這個中日發生一些問題之後，尤其高市上來講到台灣有事之後，當然中國做了非常多的動作，包括從剛開始的時候在海產上的這個經濟制裁，還有人流上的這個我們講旅遊的限令之外，那當然我覺得中國所謂到的一個太強，他手中握着太強的一個核心籌碼，也就是他的我所謂的致命王牌，就是稀土。當然還包括這些關鍵材料。剛剛的這個何龍非常用功的準備了17種稀土，這大家已經知道了，對不對？還有8種礦產，那這些都是可以讓一個國家讓它能夠舉之不前，然後投入原地打轉的很重要的一些礦產。那你說，當然，這個一個國家是不是省油的燈？尤其曾經是一個資本大國，在資本才做的這麼的前衛的一個日本，你覺得他會因此就收手嗎？不會。我們知道他沒有這個儲量，他會去找。他找到哪裡呢？藍鳥島，這個大家都知道，它深海6000公尺，的確有多少呢？號稱有16000噸的稀土。這個稀土跟各位報告，全球是1.2億噸，它就佔13%。當中國有4400萬噸當然佔的是37%。不管怎麼說，1600萬噸可以維持它100年生成。是。但重點來了，不是儲量就重要，產量很重要。你能不能產出來？它的挖掘能力非常難度非常高，這都是口號認知戰。我剛從日本回來，東京很多朋友日本人都被告知他們找到了，很快可以找出來，錯，不可能。第二個，成本很高很貴，全球都嘛知道，你去挖看6000公尺，你要挖多久多貴，還不如假設中國一放，我告訴你，你的成本可能會是中國直接買的2-3倍。當然，希望中國當然你也不能求中國了，希望中國對我們好一點，日本只能這樣子。所以這是致命王牌。那你剛剛講是不是卡得死死的？從這個角度就卡得死，所以日本苦思，對不對？其實都不是重點，產量就產出來了。精緻冶煉，你有沒有想過，這才是重點啊？許光憲從美國對不對？1951年回去之後，他去勞改營，在1972年被找去研發稀土以後，5年後1977已經把這精緻冶煉做到位，到現在已經有91%到93%的精緻冶煉功夫。對，全球只有中國啊，日本就算挖出來產出來了，就黄金山找出了沙，一堆金沙，弄出黄金，你能弄到99.9、99.7吗？難度很高。我跟你講，緩不濟急，所以。真的是卡到了，日本苦思也沒有用。日本做很多動作10幾年前記得嗎？2011年釣魚島事件發生什麼事？
日本也被卡過，那時候還沒那麼嚴。他跟澳洲去簽了所謂的日澳所謂的稀土共同開發協議，簽了技術合作，有用嗎？很難，經濟也沒辦法。對，所以我剛剛講這個啊，真的是重點。這個王牌中國握在手裡，他還沒有說一定把對方打倒，只要對方看對方怎麼做，他就有辦法做下一招，讓對方真的起不來。是老師講到一個重點哈，正好呼應了這個圖上面的，就是說，其實這張圖呢，簡單來講。告訴大家的是說，中國大陸還有很多牌還沒有出，然後呢，日方呢因應策略是什麼呢？一直要找多元供應的來源，因為被卡住了嘛。對。那另外呢，就是要推動國內資源開發跟回收技術。剛剛你也提到了，這個不是一時半刻的事情。然後加強跟美歐合作關鍵礦產供應鏈，像澳洲也是嘛，哈。我補充一個，你剛剛講到海底，你剛剛講回收的是最可笑的，他們找到電池裡面可以連抓出來，教練，你知道的成本多高，能弄出多少嗎？我覺得這個都是有點認知戰。其實簡單講是4個字啊，緩不濟急啊。但是怎麼辦呢？現在被卡住了，所以呢，也看到中日關係也從年初以來啊，其實就是不斷的降溫啊，這可以說是降到新的低點。彭博在這個禮拜也報道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甚至還傳出他並不想在今年11月在深圳舉行的這個 APEC 領袖峰會期間跟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原因呢就是不滿中方針對高市個人的批評言論啊。但是你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是習近平他願意見高市早苗嗎？啊，這也是一個問題。好，但是呢，日本駐中大使呢金山憲治啊，在接受共同社的專訪時，他則表示，他說領袖會談對於改變雙邊關係具有重要意義，所以仍然將繼續的努力促成 APEC 期間的中日領袖會晤。那麼現在在美中戰略競爭持續這個升高，經濟安全議題又凌駕在經貿合作的這個時候啊，現在大家也在看是中日雙方的關係到底什麼時候有可能回溫。那麼關係現在降到了新低點啊，但是有一句話嘛，就是沒有最低，只有更低啊，是這樣嗎？就是中日關係接下來一直到年底前都沒有機會回暖了嗎？當然有啦，那個高市下台就回暖了，這是唯一的辦法嗎？對啊，高市現在日本這個國內在傳聞，自民黨受到這個日本的產業界極大壓力，還有他們這些一些元老的派閥，他們正在想要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高市事實上的話，作為越來越爭議嘛，他自己很多醜聞也出來了哈，所以有一個傳聞就是說，很可能就是說麻生啊，還有這些這個岸田文雄啊，他們這些實力派啊，透過派閥的情況，可能就把在黨內的話，把這個自民黨這個主席從這個高市早苗頭上拿下來。現在傳聞是這個林芳正，林芳正，他基本上他是比較溫和派啊。現在日本走這個極右，對，還有軍國主義路線啊，新進軍國主義路線，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最主要受到傷害的就是日本的產業界。現在這個幾家公司現在都有問題啦，這個信越化學。然後做這個六氟化鎢的幾家日本的大企業，甚至日本的三菱都現在產線都出了問題。那日本方面產經界是非常慌張啊，所以他們已經派了好幾個高級代表團去北京，基本上都沒有被見，大陸都不見，可見這個事情是很嚴重。那日本的經濟狀況，如果在稀土問題不能解決，如果持續到年底的話，日本有這個研究機構的預測是大概125萬個工人要下崗。這個是很嚴重的。再加上日元的這個不斷的貶值啊，這個也造成日本的這個經濟國際收支上的一個大問題，因為所有進口價都變高了。所以我覺得就是說，現在可能就是說，真正面臨問題，倒不是中日關係，而是高市早苗對日本的政治來講，他要什麼時候讓他下台？他要先處理內部的。對，什麼講？現在就是說，已經就是說，有人要走溫和路線的。那你說中日關係如果說要能夠得到解決，日本一定要派一個比較溫和派的首相。這個極右的首相基本上對日本殺傷力太大了，無解的。無解的。所以事實上的話，日本也不是沒有這一些對中國大陸採取比較不反對、不反華的態度，比如說鳩山由紀夫、河野洋平、石破茂、二階俊博，那這些人過去在民粹主義之下都比較受到。可是問題就變成
商業利益的跟經濟利益生存危機的時候，經濟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那不同主張的派他就有機會啊。對，所以我覺得現在可能還是麻生這些元老派正在想怎麼樣來解決這個日本的經濟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災難性的一個前景吧。大使提到了這個鳩山由紀夫啊，他是日本前首相哈。這個禮拜呢，我們也看到他在21屆的濟州論壇上面，他就認為說高市早苗應該立刻的糾正涉台錯誤言論，並且道歉，而且他也說高市呢，這個顯然違背了1972年的日中聯合聲明的精神啊。當然，不過在高市早苗這邊呢，他還是一樣，現在態度似乎還是很強硬。不過虽然看到他最近這個民調不斷的下降啊，但是立場目前還沒有什麼鬆動。而且他也提出了長達14年的國家投資計劃，他規劃呢到2041年要投入超過370兆日元。重點鎖定 AI、半導體、國防、太空還有造船這些戰略產業。那其中呢 ，AI 跟晶片投資就超過了100兆日元，希望全面提升日本的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由於這個俄烏戰爭還有中東衝突就凸顯出了無人機作戰的重要性，所以日本防衛省呢也加速在建構反無人機能力，計劃在2027年之前，在軍事基地、雷達站還有艦艇這些重要設施部署自主攔截無人機。根據 Defense News 的報道呢，日本防衛裝備廳呢即將要展開相關的驗證希望能夠縮短採購流程，加速無人機的量產與部署。好，那麼2026年度無人機的預算呢更提高到了2770億日元比前一年成長超過1倍。这也反映出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正在全面的強化智慧化作戰能力。不過日本把無人作戰部署列為他們未來國防發展的重要核心背後當然有一些原因是不是包括了少子化，或者說看到了現代戰爭形態的改變，還有哪些原因？金哥覺得？我想這個整個社會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呢，我覺得因為你現在所念的很多東西都是日本媒體的報道。那我比較要強調的就是，您剛剛講到它有很多的投資，那它到底能不能做得成無人機也好、晶片也好，或者無人的戰艦，或者說是這些防空需求什麼這些？我想，假如有足夠的需求的牽引，然後以及提供供給的驅動力，那任何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問題是，他現在要籌措那麼多的資源、跟資金還有預算投入，我覺得你現實去評估一下，其實是不太可能。那我在這邊要特別提醒，日本整件軍備它有它長期的脈絡。那我們呢，今天看到這幾個東一個西一個，這個系統那個系統，你要從整體來看，不能就是說只看這幾個面向，不能看單點。那馬上7月份。現在是6月底，7月份有一個重要的文件要推出来。每年的7月份就是內閣要經過內閣決議出來的國防白書，就國防白皮書。那上面就跟個流水賬一樣，它除了本篇會詳細的解釋各種的計劃之外，它的另外2個附件也會將所有的決策寫得清清楚楚。這個我們呢要知道，日本政府跟我們不一樣，我們的這個國防決策經常是這個，就是我們總統在華盛頓郵票先去這個對美國宣布之後，再會來開這個會議。日本不一樣，日本做什麼東西都有長期的，什麼中期防然後它的戰略構想一步一步來的。所以我說，與其在這邊去追逐這個日本媒體東方化、西方化這些消息面，不如去看7月份那個真正的就是經過內閣決議，因為他從2月份就是草擬完成之後，這個所有的內閣閣員他的幕僚都在審議這個東西，所以要7月份那個國防白書出來，我覺得那個是最可靠的基本盤。那您覺得日本未來在空中跟海上就是在無人化的這個作戰系統的部件戰略的重點，簡單來看的話會怎麼？我認為基本上來講，這是每一個的國家都會去走的東西，但是呢，那些東西必須顯現在一個完整長期的計劃。它不像我們現在很多了，在我們這個自己我們的體系之內，今天想到一個需求，明天想到一個需求，那都是跟着這個就是說消息面在走，都在炒新聞。日本不是這樣的國家，對，日本的每一個東西都有一步一步來的，所以我這就是為什麼強調，寧可去
等7月份內閣決議的國防白書來看，不要跟着今天共同社發個消息，明天產經又來一個傳聞，那個都不可靠。OK， 等一下回到節目呢，我們要來看的就是現在大家都在比拼 AI 的算力啊，但是算力的根源其實是電力。中美兩強之間的電力比拼又是如何？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